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圣斗士星矢圣衣神话》玩具分享的第72期节目。那之前说完了老的 1.0 版本的冥黄金系列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正式进入冥斗士系列。那众所周知，大家眼前的这一款拉达曼蒂斯天猛星的拉达曼蒂斯呢，我觉得就是从玩家或者是圣斗士星矢爱好者的角度，从最初出来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热点了。这一款其实是上了凶相的拉达曼蒂斯，很早之前出来，在2006年，也不知道2007年，具体的年代我已经忘了。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是300多块钱啊！你要知道，在2000几年的时候，300多块钱的玩具定价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定价了。我说的是 RMB 人民币的定价啊！如果在那个年代你的工资有个4000块钱，或者是3、5千块，你要拿出工资的1/10来买这么一款神话的玩具，我觉得当初的玩家还是都是下了一点血本的啊！即使是现在你去看拉达曼蒂斯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，那这个又是我说的是 EX 版本的拉达曼蒂斯，我们后话了。大家对拉达曼蒂斯记忆犹新，完全是因为在冥王12宫篇的后期，拉达曼蒂斯出手了，而且在拉达曼蒂斯的 Great Excursion 巨型警告的这个绝招下，基本上所有黄金圣斗士都和纸糊的一样，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艾欧利亚已经被拉达曼蒂斯掐着脖子直接拎起来了，天蝎座的米洛来闯哈迪斯圣城的时候，面对拉达曼蒂斯的实力几乎是一击必倒，你连碰都碰不到拉达曼蒂斯的一根毫毛。12宫中两个比较反叛的角色鱼蟹组合，他们穿着冥衣到了哈迪斯城来进攻冥斗士。我觉得虽然两个角色实力一般，但是这最后的这殊死一搏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吧。看绝对实力的话，拉达曼蒂斯应该是和双子座的沙加隆应该是在同等的水平，因为这个后期其实动画里面也提到了，加隆就是和拉达曼蒂斯同归于尽的，即使是在三巨头里面，拉达曼蒂斯的实力也是排在第一位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拉达曼蒂斯这个角色特别的受玩家的追捧吧。我的这一款拉达曼蒂斯其实是我一个儿时的朋友送给我的啊，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，当初还是比较小激动了一把吧。凶相好像就在100块钱上，值得称道的就是这个头，是这个凶相的面雕，你也可以不戴头盔。那我们按照惯例来看一下内先看一下凶相的内包吧。在这个凶相里面看到的是我这个原版的2.0的头雕和原版的2.0的那个大头娃娃类似的头盔，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撤掉凶相，玩具的内包其实也已经空掉了，没有任何多余的部件，除了一些老的手型啊什么的，那我就不多介绍了。那这一款天猛星的拉达曼蒂斯，这一款冥斗士的角色就介绍到这里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